华语剧3连爆定律，为什么这3部是诚意真正的分水岭？10个手指够了。过去10年华语剧市场能在连续3部主演剧里，注意我说的是连续，同时做到平台 S 加待遇，全网破圈话题，豆瓣7分以上的演员，你掰着手指头数，10个指头是够用的，可能还用不完。我刚开始整理这个数据的时候，自己都愣了一下，因为我以为这个数字会大一点，结果不是。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这么少？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行业里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叫3部连爆是从流量跨到实力派的硬门槛？为什么是3，不是2，也不是5？今天这期我想拆一个行业规律 ，Case Study 用诚意最近这5年的路径，琉璃、沉香如屑、莲花楼。但我先说清楚啊，这期不是吹谁，是拿一个已经走完3连爆的样本，去解释一个行业级的稀缺现象。如果你是冲着八卦来的，这期可能你会失望。如果你想搞懂华语剧的演员升级路径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往下看，我们一层一层包。大部分人看3连爆这件事，看的是数据层。琉璃2020年暑期档播出，腾讯视频当年暑期表现强劲，热度数据在同档期里排得相当靠前。沉香如屑2022年，爱奇艺暑期档头部 S 加，杨紫加诚意双顶配。莲花楼2023年夏天，腾讯视频男频武侠破圈，连不看古装剧的观众都在看。这是表层叙事。媒体复盘的时候，基本到这一层就停了。3部连着爆，热搜挂了一茬又一茬，招商一部比一部好。够了对吧？不够。如果3连爆只是运气好连撞3部，那这个事根本不值得拿出来讲。市场上每年都有人撞上1部爆款，撞2部的也不少。真正难的不是数量，是这3部之间发生了什么。下一层，我跟你讲，这一层才是关键。很多人看古装剧演员，习惯性的把角色不同理解成换了个造型加换了个名字。但表演这个事，真正的跨度不在外形，在控制方式。控制方式不一样，意味着演员在内部调度的是完全不同的肌肉记忆。司凤、琉璃，这是一种克制型悲剧表演。你回去看，司凤这个角色全程情绪是压着走的，悲不是嚎出来的，是憋出来的。眼神沉重的活儿，一场戏里他可能就动了半个嘴角，但你能感觉到他心里塌了一块。这种表演的难点是，情绪水位必须低，但不能空。低水位运行，最考验演员对呼吸和眼神的微调。然后到英渊和唐周，沉香如屑，技术要求直接升级了。这是双线人格控制。神性和人性是2套完全不同的语态。神的时候要冷，要疏离，要让你感觉这个人离地3尺；人的时候要炽热，要笨拙，要让你心疼。难的不是分别演好这2个，难的是同一张脸，同一双眼，让观众瞬间识别他现在是哪个状态。这个技术搁这儿是真的不简单。我自己看的时候，有1、2场切换戏，我倒回去看了3遍，就想看他是怎么过那个气口的。到了莲花楼的李莲花，这一部是真的让我有点意外的。李莲花的表演方式跟前2个都不一样，她是减法表演。司凤和英渊都还属于用劲在演，李莲花是用不演在演。这个层级在表演体系里叫去戏剧化，你看她几乎不做大表情，连难受都难受得很随意，但角色的重量出来了。这种 control 通常出现在演员到了一个新阶段才会做出来的选择。换句话说，这不是技术问题了，是判断力问题。他知道这个角色不需要使劲。所以你看，3部戏的技术路径是克制、双线、实用，每一部都在解锁新的表演能力。这不是堆量，这是有规划的能力升级。这一层媒体基本不说，因为这一层是专业讨论，没有热度。但懂行的人会看这个。等等，我得插一句，我刚才说减法表演那个判断，凭印象说的啊，主要是基于公开播出片段。
如果有更专业的表演老师有不同看法，评论区指正，我下期改。好，现在进入这期视频最核心的一层。为什么行业里说3连爆是门槛？为什么不是2部，不是5部，偏偏是3？你想想看，2部连爆，市场会怎么解读？运气好，撞上了一个对的剧本，碰上了一个对的搭档，可能再加上一个对的播出档期。2部，市场不会重新归类你，最多说你势头不错。但是到第3部还能立住，市场逻辑就变了。3部样本量足够大，足够排除运气因素。从概率上讲，连续3部都踩中的人，不是运气，是有路径。这就是为什么3是一个心理门槛，不是物理门槛，是行业内部对能力可复制性的最小验证样本。我举几个对照。胡歌，这个例子最经典。仙剑3 2009年爆，然后到琅琊榜2015年，中间6年。你以为他这6年顺风顺水？不是，中间经历过车祸恢复期，回归舞台剧，再慢慢走回主咖位置，这个过程并不轻松。琅琊榜之后，他立刻接伪装者、大好时光，这才是他真正完成流量到实力派的3连。没有这个3连，胡歌可能就停在仙剑那个版本了。孙俪，《甄嬛传》《芈月传》那年花开月正圆。从清宫到先秦到民国商战，这个跨度其实跟我前面说的技术维度跨度是一个道理。他跨完这3部，市场就把他锁死在电视剧女王这个位置上，谁也撼不动。王凯，琅琊榜配角立住之后，伪装者、大江大河，从绿叶到大男主的爬升路径，这也是3部。你发现规律了吗？完成3连爆的人，市场会把他们从演员名单调到行业资产名单。这2份名单是2套生态，前一份是按戏选人，后一份是按人立项。现在我们把这个框架套回诚意这边。琉璃、沉香如屑、莲花楼，从仙侠悲剧到神魔双男主到武侠悬疑，技术上跨完了，市场指标上跨完了，时间跨度3年。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可验证的3连样本。而且还有一个经济学维度，这个维度大部分讨论都没人提。一部大男主古装剧，从进组到杀青，平均6个月左右，加上前期定妆、武术准备、台词磨合，再加上后期宣发，演员投入大概8个月。3部连着接大男主、等等等等，我把这2件事说混了。我刚才说8个月那个数字里包含了宣发期，但宣发期演员一般是平行进下一部组的，不是纯独占。准确说应该是单部独占6到7个月，跨部分有1到2个月重叠。所以3部累计真实独占时间大概在18到20个月左右，2年差不多。不绝对啊，凭印象给个量级。具体到每个项目可能上下浮动。但意思你听懂了，2年时间里几乎全部压注在大男主古装这一个赛道上，这种打法本身就是头部演员才敢用的，换个还在爬坡的演员根本不敢这么压。一部翻车，整个 brand 重置，这不是体力问题，是资源勇气问题。所以3连爆不只是表演能力的证明，它同时是判断力加资源调度加团队抗压能力的综合证明。这就是为什么这道门槛这么难跨。好，现在进入未来视角。完成3连爆之后，演员面前会出现一个新问题，第4部魔咒。你猜怎么着？这个魔咒比3连爆本身更狠。逻辑很简单，前3部你建立了一个观众预期，第4部观众带着我已经知道你能演到什么程度的眼光来看你。你要么超过前3部的平均水平，很难，要么就被认为在吃老本。这是一道预期对冲题，你已经把自己的下限拉高了，下限就是天花板的影子。历史上多少演员在第4部？我不点名了，你脑子里随便过几个名字应该都对得上号。但是也有正向样本。赵丽颖这个例子值得说，她国偶大女主阶段累积了《花千骨》《楚乔传》《知否》这些代表作之后，做了一个所有人当时都觉得冒险的决定，主动转型现实题材，去演《风吹半夏》。
这个选择当年是有争议的，因为意味着他要暂时放弃自己最稳的赛道。但回头看，这一步是大棋。他跳出了固有赛道的预设框架，既然观众预期我演古偶女主能演到什么程度，那我就换一个轨道，让观众重新评估我。这就是顶级演员处理路径瓶颈的标准动作，不在原赛道死磕，主动开新赛道。回到诚意这条线，他接下来的3部待播，长安24季、赴山海、天地渐新，你仔细看题材组合，悬疑权谋、神话史诗、武侠传统，3个完全不同的质感。这个排兵布阵，说明团队是有意识在做赛道分散的，不是无脑接古装大男主。这是一个主动突围姿态，不是一个吃老本姿态。能不能突围成功，要等播。但从选择本身看，判断力是在线的。这个判断力正好接住了我前面说的3连爆完成的人，他的判断力本身就已经经过2年高压验证了。而且我再补一句啊，这种连续高强度的赛道压注加主动赛道分散，对粉丝来说其实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演员的事业不是赌一步，是布一盘棋。盘面铺开了，单点风险就被稀释了。懂他的粉丝应该看得到这一层。好，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开场的时候说，过去10年能完成3连爆的演员，10个手指数得过来。为什么这么少？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3是市场愿意把一个演员从流量身份重新归类为演员身份的最小验证样本量。2部可能是运气，5部太奢侈，市场没那么多耐心，演员也没那么多体力。3是行业经过几十年自然演化筛出来的临界值，它不是规定，是规律。完成这3部的人，市场会给他换一张身份证，从演员名单挪到行业资产名单，从被选择者变成被立项者。这个身份证一旦换了，就不容易再退回去，除非自己做。所以下次你再看到某某连续几部爆款的新闻，你可以多看一眼数字。是2还是3？是3的话，这个演员在行业内部的位置已经悄悄换了一个抽屉。最后留一个问题给评论区，你心目中过去10年走完完整3连爆的演员还有谁？欢迎补充样本，我下期可能会做一个完整名单的对比。咱们用数据说话，不用情绪说话。这期就到这。